80億股權被凍結，王健林還得賣多少座萬達廣場？這是去年11月王健林前往大理燒香的照片。這位曾經在中國地產行業留下濃墨重彩的企業家，現在看上去身材單薄，兩肩消瘦，眉目間盡顯疲態，光看背影好像和你家門口釣魚的大爺沒什麼區別。很難想象，這位看起來和你家門口釣魚大爺沒什麼區別的老人，曾經3登中國首富，1個億不過是唾手可得的小目標。當萬達的消息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，等來的卻不是王總老驥伏櫪東山再起，而是北京萬達80億股權被凍結。這已經是今年第3次股權凍結了，光最近的5個月，萬達就被執行了63個億。現在整個萬達集團凍結的股權總金額已經超過了157億，債務壓頂，股權凍結，債主上門，從一方巨賈到負債纏身，王健林到底走錯了哪一步？回看王健林的前半生，簡直是天命之子，每一步都踩在時代的风口上。1988年接下爛攤子住宅公司，所有人都覺得王健林瘋了，他却带着工人搞旧城改造，把暗厅改明厅，木窗改鋁合金窗，硬是把没人要的老破小改成了抢手货。接着又主动轉型成為首批股份制公司，乘着中國地產和市場化的東風，萬達野蠻擴張，開始建萬達廣場，從此開啟了開掛人生。別人做商業地產只知道收租，他直接玩起了城市中心制造機。當時長春第一個萬達廣場開業，沃爾瑪、紅星、美凱龍全來了，周圍的房價也跟着水漲船高。最多時，萬達廣場在全國開了513座，成也擴張，敗也擴張。地產行業高槓桿、高周轉、高負債的拿地模式實在是太吃操作，一旦資金鏈吃緊，流動性危機立刻找上門来。萬達的負債曾經一度高達6000億，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的道理，難道王健林不知道嗎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事實上，萬達很早就開啟了多元化拓展之路。05年进軍電影院線，10年成立演藝公司，12年收購美國 AMC 院線，看似風光無限，但就是從這個時候起，王健林的商業過山車開始緩慢下行。複製上海迪士尼的合肥萬達樂園，慘遭滑鐵盧；投資35億的武漢萬達電影樂園項目，從開張到關門只用了19個月。被寄予厚望的 ACM 也因為某些原因出現了創紀錄的虧損。現在萬達負債表上還躺着1412億的有息債務，咱每天中10注大樂透的頭獎才能将還上人家1年的利息。更離譜的還得是後來老王親手簽下的3份对赌協議，直接壓得老王喘不過來氣。2016年，萬達商業從港股退市，轉戰大 A， 為了籌得收回股票的300億，王健林簽下了第1份賣身契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王總萬萬沒有想到，16年迎來了一場地產大地震。在股債雙跌、資金鏈即將斷裂的情況下，王健林只能吐血大甩賣，把13個文旅項目和77家酒店打包賣給孫宏斌。眼見第1次对赌協議即將失敗，王健林咽不下這口氣，又搞了第2次对賭協議。這次簽約對象包括了騰訊、蘇寧、京東、融創，他們用340億收購了退市財團手裡的股權。王健林做了充足的準備，但是還是沒能敲開 A 股的大門。如果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，王健林就不是王健林了。21年，萬達又跟騰訊、螞蟻、中信等投資人簽下了第3次對賭協議，籌集了380億元。這回他拍着胸脯保證萬達商管2023年肯定上市，結果萬達港股上市4次被拒，賭期將至，眼看這筆投資將要賠得血本無歸。永輝、蘇寧先後找上門來討債，蘇寧、張近東作為王健林多年的好朋友，一度拿着欠條鬧到了法院，要求老王償還50.4億。不是兄弟為難你，只是彼時的蘇寧也陷入了经营困境，兜裡能用的現金不到38億，身上還背着280億的債務。無奈之下，王健林只能把萬達商管60%的股權賣給了泰蒙私募基金，換取600億的救命錢。這些年來，為了償還債務，萬達也一直在變賣資產套现。被王健林視為生命的萬達廣場，迫於債務的壓力，陸續被賣掉了30多座。寄托着老王夢想的大連的人隊也於2024年解散。現在萬達商管手裡還握着7000萬平米的商業面積，去年前3季度營收400億，利潤97億，戴孝田現在的債務窟窿，去港股上市恐怕是萬達必須要走的一步。問題是控制權都讓出去了，上市後還能剩多少肉？咱們算筆賬，根據目前萬達披露的財報，截止到去年3季度，大連萬達商管賬面現金約151億，1年之內到期的債務約400億，總負債更是高達2990億，債務的雪球還在持續滾動。去年下半年，永輝、蘇寧、银泰先後向萬達提出仲裁，如果萬達均告付，將會再增加250億的負債。就算按照杭州市拱墅萬達的拍賣價清售資產，想要還清全部的負債，也得賣出200座以上。縱觀中國地產風雲人物，當许家印用技術性離婚、未成年子女信託轉移資產、楊氏婦女無奈躺平時，王健林依舊咬緊牙關，堅守底線。在一檔節目中，主持人採訪王思聰問道：“聽說你家在賣房子是嗎？”王思聰回答說：“我們家可以出售酒店、汽車和房產，但是絕對不會出賣國家，絕对不會把負擔推給社會。”汶川地震時，王健林捐過1個億，惠州丹寨扶貧又砸了14個億。去年他定下了3條軍規：2.69萬套房產不許爛尾，15萬員工工資按時發，優先對付小額債主。當小目標毒雞湯掀起輿論風暴時，或許誰也沒有想過王健林會成為中國房地產黃金時代的挽歌。